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先让观众朋友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留言区如果希望跟我们互动，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写下热推2个字。那么如果看到热推键，帮我们按下热推。今天我们会来讨论的大主题是有关于这个巴拿马了，得罪中国大陆，现在代价来了。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230艘的船，他们急换国籍，不用巴拿马的国籍了。那么传奇的业务现在呢，在巴拿马雪崩程度高达了80%，失业率翻倍，农产品还被退哦。中国大陆的反制一共是3招来封喉。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有关于巴拿马的议题，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好，来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对巴拿马是连砍，刚刚我们说的嘛，这一次反制动作一共是有3刀，哪3刀呢？等一下会来看细节，包括了在传奇的这个制衡，还有在港口跟农产品的出口，可以说是刀刀见血。现在是打巴拿马的经济打到要害了吗？巴拿马是不是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有超过230艘的船，其他国籍的船，他们逃离了，不拿了巴拿马的船籍，改拿其他国家的船籍。那么现在也因此，在巴拿马的部分，港口的吞吐量暴跌了60%，农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阻碍。短短几个月就让巴拿马的经济剧烈损失惨重。大陆已经掌握了全球航运供应链的生杀大权了吗？第3件事情也会来关心。现在巴拿马呢说呢，原本是紧跟美国的，但是现在却突然间跟中国大陆好上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吗？突然间他表态了，重申一中的政策，也表示会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跟大陆继续来签署这一些相关的海运协议。巴拿马开始向现实低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美之间的争夺战，出现了逆天的大逆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对巴拿马出重手。刚刚讲的3刀，我们先来看到第1刀，是有关于传奇的第1刀。今年4月跟5月有超过230艘的船，他们放弃了巴拿马籍的传奇，转用其他国了。那么来自于这个协会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这一些传奇转向了哪一些国家？包括马绍尔群岛、还有赖比瑞亚以及巴哈马。其中有至少54艘船，他们直接转移到了马歇尔群岛，目前是受益最大的。来看到的是船籍，为什么这些船要转他们的船籍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怕了中国大陆，因为呢，大陆的已经开始增强他们在港口对巴拿马籍船舶的集中检查。那么一旦被检查的话，整条的商业链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包括了说他们停泊在这边的话，保险费会上调，营运日期还会延误，船的租约啊都得重新谈判，那么它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船东的信用也会因此受损。我们也来实际看到这个数字哦，光是一天一个万级的货轮停在港口停1天的话，损失往往就是达到了数万甚至是数十万美元。那么其实呢，传奇对于巴拿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占他们的财政收入大约20%，但是现在光是业务量就暴跌了80%，可以想见，对于巴拿马来说，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中国的第1招是传奇，中国大陆的第2招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港口了。在港口的部分，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原海运最新宣布无限期停止挂巴拿马的。停告巴拿马的这个港口，这个是巴尔博亚港，造成当地的吞吐量是暴跌了超过60%，当然会影响到周边的相关的贸易、加工、物流等等。现在企业订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最后一招则是农业的部分。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巴拿马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出口达到了120
$28亿，而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它的农产品有相当比例也因此被退回或是因此受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巴拿马有70%的出口是卖香蕉给大陆，也因此受到阻碍。现在全部可以说香蕉都烂掉了，完全卖不出去。可以说中国大陆这一波反制已经精准的掐住了巴拿马的经济要害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巴拿马这条运河，其实对美国川普来讲，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川普自从当上总统以后，他对于这个南美洲，不只是南美洲了，包括我们都知道，他对北美洲的加拿大说是第51州，甚至想要夺取格陵兰岛。那对巴拿马运河当然是不可能放过去的，因为你要知道，巴拿马运河关系到美国这个太平洋跟大西洋两岸的航运，包括到这个轮船的货运以及军舰的都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他必须要牢牢掌控到巴拿马运河。所以之前他就传出，他要叫这个香港长和集团将这个营运权卖出来哈，但是没想到在今年1月的时候，这个巴拿马政府在美国川普的威胁之下，直接他们的法院就裁定中国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没收了，你知道？那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当然不可以接受。那巴拿马政府现在将这2个港口分别是交给马士基还有这个地中海营运公司来营运，但是巴拿马那时候想得很天真了，他认为说我跟你中国隔那么远，对不对？这个几千公里远，这个你又能奈何得了我什么？但是没想到中国现在真的是有办法奈何他。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巴拿马很多这个货轮来讲都挂巴拿马的这种国旗哈，因为巴拿马来讲它的注册比较简单，它登记也比较简单，然后它收费也比较少，所以很多国家都挂巴拿马运河的这种旗帜这个来营运。那巴拿马也借此能够每年获得它收入要到20%那么多光靠这些挂旗子，它就可以收到占它国库收入的20%，对它来讲是很大一笔收入的。但是没想到中国第一招就是你所有挂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旗子，只要到我中国港口来，我都好好给你查水表这个我这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是营运的大港，这个海上的运输港口绝对不是说是 A 地到 B 点这么简单而已，而是它必须 A 到 B，B 再到 C，C 再到 D 然后甚至于货物在这边要吞要吐这个集中以后再分散。所以现在中国变成世界航运很重要，所以很多的货轮都必须要到中国的港口来重新改装货运，包括我们熟知的从广州港到上海港上次这个郑丽文到上海特别去参观那个洋山港，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些全世界的船都要到中国港口来做吞吐，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船在这边被 delay 个1天2天被详细的严查，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现在虽然开玩笑讲说是查水表，但是按照这个船舶规定来讲的话，这个港口确实是有这个权利到你船上来做各种的安全的检查，包括到消防安全我都要检查。那如果说是大家排这个码头进出的话，我时间给你 delay 一下，我跟你讲，那你这个轮船公司船东就受不了，因为我跑到这个港口，我可能下一趟要跑下一个港口，如果这边 delay 个2天，我就会 delay 了2天这个跑下一个港口就会 delay 2天，那整个一连串下来产生这个蝴蝶效应的话，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中国第一招就是你只要进入我中国港口停运的船只，我就好好给你做安全的检查造成你港口的这个船只来讲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跑下一个港口来做营运。那当然这些轮船公司船东来讲的话，他就不敢挂巴拿马的国旗，改挂别的国家的国旗。那对巴拿马政府来讲，他立刻财政就少收了20%。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货运量是很大，所以中国中远的船只包括还有中汽的船只停靠这2个港口的这种轮船也很多，我只要停靠你港口，我就要付给你运费嘛。那现在中汽的船只不靠这2个港口，那你是不是港口营运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是第2招。第3招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巴拿马每年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到128亿。我们如果说以中国来讲，128亿是不多但是对巴拿马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它等于是说，对它整个国库收入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如果中国在双边跟巴拿马双边贸易来讲，这方面受阻或退回的话，对巴拿马的财政损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其实中国大陆的这3刀哦，直接就是冲击到的是巴拿马的经济状况。首先是这个传奇的收入哦，占它的国库收入的20%，现在已经暴减了，达到80%。第二件事情，大陆查水表，这个一天哦，船停在那边可能就会损失数万，甚至到数十万。最后是农业的出口，现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样的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同样的问题，我们这样讲一下。刚刚讲这3刀，第一个呢，传奇，那传奇代表什么？就是说你挂了这个传奇，表示这个船就是属于人那个国家国籍的，巴拿马国籍。第二个。港口，你港口之前呢花了多少的工程这个费用，把它挖的水量这么深？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去停靠你的就没有办法有收取到费用，你的这个可以赚取的钱你就没有办法赚取，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获利就会下降。第三个呢，当然你跟中国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量，虽然只有100多亿，但重点是你。国体也不是很大，贸易量总量也不是很多。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农产品还是要有一定的销路。当中国来限缩你农产品的时候，你就受伤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种呢，都使得巴拿马它的财政或者说它的这个金融状况一定会出问题哈。这跟钱有关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当那个船啊，不管你是挂了国籍，尤其这个中间很重要，巴拿马国籍一靠了中国船以后，他就给你来一个叫集中检查。集中检查你知道吗？当你被这个，比如碰到一个警察帮你调过去要检查的时候，你会紧张。这时候呢，我跟你讲哈，他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怎么样，所以你会怕。这时候集中检查，它一定会时间的单次，这个很重要。我就是说，钱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货运上，你有一些大的一些货物的时候，在我们财务学讲有3个 I， 有哪3个 I？ 第一个，这些东西都是要保险的。insurance 币会增加。第二个，所有东西只要时间一拖，就 interest 币就是利息也会增加。第三个 inventory 你就放在船上多放一天，不管这个船是不是能够其他去载运，它就是一个成本。3个 I 啊，成本这个或这个仓储成本，或者我们讲利息成本，或者保险成本都增加。我跟你讲，你无形中就很严重，然后你还会影响到你船期一被 stuck 住以后，你会整个效应产生你的所谓的商业链。这个船跟船有关的整个上下的商业一定会受到影响。我想这时候你这些国家挂，你还敢挂巴拿马籍的船吗？当然就换一个国籍就简单通关，有没有？你自己想，有时候人家说快速通关就这个道理啊，你不让它快速通关就是一个危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也象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我们讲说，我们讲实力比人强啊。当不管是人或一个国家国体，你只要有了筹码，有了实力，你提升了自己的价值，你什么都不怕。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大陆对岸哦，你现在对全世界所做的东西，他都不会怕哦。你自己想想看，这件事情巴拿马是谁出招的？川普上来就看准了巴拿马，他知道之前是香港的长江和记啊，好，大家知道李嘉诚他们的这个公司，而且他把这整个巴拿马的这个头哦，运河头、运河尾全部卡住。全部呢告诉你说你要让长江和记全部退场，结果呢甚至把它去卖给了怎么样？出售给谁？大家知道美国的巴莱德。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去控制，可是中国说没有关系哈，我们会受伤没有关系哈。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出招的厉害的地方。第一，隐性神秘最可怕，我要做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第二个很重要啊，他当然就是浅浅的做，缓稳。他很稳，他稳稳的来，他就开始做所谓的智慧策略。这时候他们当然一定经过思考，丢出这3招，巴拿马不怕才怪。所以我觉得，当你实力强的时候，这个国家要对抗这个他自己的对手，当对手对我不利的时候，他一定会更惨。好，所以看到中国大陆这3招哦，从经贸上来出招，3招可以说对于巴拿马来说刀刀见血哦。那么，所以呢，当然了，巴拿马现在看在眼里，要想办法来去缓解目前的状况了，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正式的来做出表态。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上个月底，巴拿马的外长亲赴纽约了。这一次赶快去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哦。没过几天，巴拿马的总统就公开表示了说，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顶住来自于美国的压力，跟你中国大陆续签即将到期的海运协定。巴拿马也说，接下来会来维护中国大陆的这个权益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不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巴拿马跟中国大陆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这个它的国民总生产呢，全部
巴拿马人口430万，但是全民总生产950亿，你看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到达128亿美元，比重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对巴拿马来说是有这个商业利益、贸易利益。因为巴拿马最重要的，大家为什么都会记得巴拿马？巴拿马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就是因为它有战略咽喉巴拿马运河，这个就重要了，横跨两洋、大西洋跟太平洋，通通要经过这个，你会跑到这个南美洲阿根廷的麦哲伦海峡，绕了大半圈，绕一圈吗？时间成本、油料成本、运输成本都很高哎，那走巴拿马运河，也只有运河。尼加拉瓜运河为什么没办法开？那拉一拉之后算起来不敷成本，因为你开过去尼加拉瓜湖，然后再通过基面要连接两洋，这工程非常浩大哎，而且想要取代巴拿马运河还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单纯呢，还包括生态这一方面。所以今天巴拿马跟中国大陆是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卖给中国大陆卖农产品、卖烟草、卖牛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都是中国大陆粗糙顺差卖给巴拿马。中国大陆这些家电，我们知道轻工艺的产品非常便宜，它为什么向美国买都贵？向中国大陆买便宜，那都跟中国大陆，所以才128亿美元呢，都是中国大陆贸易顺差，赚巴拿马的钱。那现在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又有这些我们讲到的巴拿马运河的投资跟营运，那就要看美国。中国大陆跟美国两个关系好的话，巴拿马 OK 没问题。当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美国会下巴拿马对巴拿马下手。我们知道那个在1989年，巴拿马总统诺瑞嘎被罢黜，所以美国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硬的时候他出军事，巴拿马是没有军队的国家，他就3万个警察是准军队，没有军队，美国就跟你来硬的，你怎么办？要么真的没办法，他比那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弱多了，没有军队的国家，所以美国来硬的就麻烦了。那美国用软的，很简单，那就跟中国大陆。我认为只要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好，巴拿马就 OK。美国如果要出手软硬的话，因为这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大陆是鞭长莫及，只能就商业上跟美国在那边做周旋。但是如果美国是派硬的过去，巴拿马还真的招架不住。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巴拿马营运权的这个长江合计啊，这关键是操纵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和睦度。那目前来看，因为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去访问，9月20号要过去相互的访问，关系还算不错，所以巴拿马在今年2026年过关没有问题。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